上期我们说到护肤品广告里面那些唬人的又隐蔽又高端的文字游戏，今天我们来说说另外一种形式，也就是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伪科学实验。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些实验中，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在这个市场上流传的时间都不短了，它们都经历了传谣、辟谣、再传谣、再辟谣、又传谣的过程。不管有多少人出来辟谣，他们却屡屡死灰复燃。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们都放在一起给讲个明白。第一个，美白祛斑产品的碘伏变色实验。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这是一个流传了20多年的老骗局了，中间呢有很多人都辟过谣，但是到现在居然还有人信。它就是典型的利用视觉上的冲击来偷换概念，就是想让你觉得，既然这个精华能把碘伏这么深的颜色的液体都让它变成透明的，那它用到你的脸上一定也能让你变白，让你的斑变淡。但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来还原一下这个实验背后的化学本质。碘伏的颜色来自于活性碘，当它遇到有还原性的物质的时候，它就会被还原成无色的碘离子。碘离子是无色的，所以呢，碘伏就变成透明的了。但问题是，我们脸上的斑，它是活性碘吗？不是啊，我们脸上的斑它是黑色素呀，黑色素跟活性碘完全就是两样东西啊。所以说，就算这个成分它能把活性碘还原成碘离子，但它也没法把你的黑色素变没。那说到这儿呢，有人可能会说了，那有还原性就说明它有抗氧化性啊，抗氧化性的成分用到脸上不是也可以美白祛斑吗？那这么说就更不对了，因为具有还原性、具有抗氧化性的物质太多了。比如说大苏打，也就是我们平常养鱼的时候给鱼缸里面的水除氯离子的那个添加剂，它就能让碘伏变成无色的。我刚才给大家在视频上演示的时候加的那一勺晶体就是大苏打。但是大苏打它能用到脸上给你美白吗？不可能。所以说这个伪科学实验它就荒谬在偷换概念，它把碘伏还原偷换成了黑色素消失。如果大家再看到这类的视频广告宣传，直接拉黑，不用犹豫。二，苹果或者土豆的变色实验，还是看一段视频。这可以说是偷换概念这个手段又来了一次大升级。这些视频的共同点都是涂了精华或者涂了某款面霜的，不管是土豆还是苹果还是花瓣还是其他的植物，它们都保持得很新鲜，而没涂精华的那一组都变色了，都发锈了。然后博主就会振振有词的给你讲理论。他说呢，这些植物里面呢有一个物质叫做酪氨酸，那酪氨酸遇到空气氧化之后就会形成黑色的物质，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锈。而我们的皮肤里面也有酪氨酸，我们皮肤里面的酪氨酸经过一系列的转化反应之后，最后会变成黑色素。所以呢，它们的精华既然能同样把酪氨酸控制住，让它不变色，也能把你脸上的斑变淡，能把你的肤色变浅。是不是觉得说的还挺有理有据的？这也正是这个实验它最精明也最坏的地方，就是它用了一半的真科学去包装了一个伪科学。我们一样来看一下这个实验背后的化学原理。苹果和土豆切开会变色，是因为它里面的酪氨酸经过某一种氧化酶的催化形成黑色物质。那这块你可能就会说了，那人的黑色素不也就是这么来的吗？酪氨酸经过酪氨酸酶的催化变成黑色素，看着挺像的，对吧？但是呢，土豆和苹果它们是植物，负责催化它们的酪氨酸的那个酶叫做多酚氧化酶，而负责催化我们的酪氨酸变成黑色素的那个酶叫做酪氨酸酶。
这俩酶完全是两种酶，两样东西。而且如果你仔细看全它们的反应式，你会发现这两个实验除了它们的初始点都叫酪氨酸以外，中间不管是过程、它们的步骤还是参与的成分都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它们本来就是两个分开的反应来的，只不过因为它们形成的物质都是深色的，所以就把它们放在一起了。那既然不一样，那为什么这些苹果和土豆涂完精华之后不变色了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这个精华或者面霜在苹果或者土豆的表面形成了一个隔离层，杜绝了它跟氧气接触，所以它就不会被氧化、被催化，最后形成深色物质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精华换成涂一层油、涂一层凡士林，或者是涂一层盐水、糖水，它一样能发挥同样的效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其实没有化学反应的参与，它纯粹就是一个物理隔离。所以你看，虽然偷换概念的骗术升级了，但伪科学还是伪科学。第三种，微电流石墨烯面膜，还是看一段视频。这可以说是前几年风很大的一种黑科技了。商家呢一般会展示一个面膜，然后呢给你一个灯泡，把这个灯泡放在面膜上的时候，灯泡就亮了。然后商家就会说，我们的面膜布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它上面呢充满了微电流，而我们大家都知道，微电流可以给面部收紧，可以提拉面部，所以以此宣传这个面膜也有相似的功效。先 stop，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灯泡它为什么会亮。首先，假定这个面膜真的有电，那么点亮一个普通的家用灯泡需要多少电流呢？比如说像这么大的一只灯泡，那它可能至少需要几十毫安的电流。那它宣传所说的提拉面部用的这个微电流一般是多少毫安呢？它们一般是 0.1 到 0.5 毫安。所以你看，一边是 0.1 到 0.5， 一边是几十，它们之间已经相差了几百倍。而 0.1 到 0.5 毫安是不可能把这么大一只灯泡点亮到你肉眼可以看出来的。如果面膜真的带有几十毫安的电流，那就绝不是提拉面部去水肿这么简单了。那你就会听到啪的一声，然后你的面部整个就开始抽搐，然后特别疼。所以你看，它宣传的东西都是矛盾的，能让灯泡亮，同时你还不觉得疼，这俩本身是不成立。好，那灯泡它为什么会亮呢？因为商家它用的并不是普通的灯泡，而是 LED 应急灯泡。这种灯泡呢，它底部自带一个纽扣电池，它是可以充电的。当你断电的时候，它就啪就亮了。想点亮应急灯泡的条件就是让它的内部形成通路，也就是说，当你同时接触它的正负极的时候，它就亮了。那这里头呢，咱们的面膜，首先你可以涂一层导电的这个涂层，让面膜本身帮它通电。而且呢，面膜都是带精华液的，只要这个灯泡接触到液体，它也会亮。也就是说，这个灯泡自己就有电，根本不需要面膜带电。这个伪科学呢，还有一个更高端的版本，就是说它不用灯泡了，它用了一个万用表。当万用表的两极探查到面膜的表面的时候，这个表上有读数，那你总不能说是假的了吧？那是真实有电流了吧？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读数是真的，但这电不是面膜发的。这个原理就跟我们小的时候会做的一个科普实验，叫做水果电池实验，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因为电流表的探针都是金属做的，只要这两个金属材质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它就可以在电解质溶液中产生电势差，而这个电势差得到的结果就是万用表上面的电流读数。只要这两个探针插到任何有离子的液体里头，比如说果汁、橘子柠檬它也是会产生电流的。那在这个过程，我们依然不需要面膜有电。商家这么宣传呢，是为了让你觉得它的面膜可以替代微电流美容仪，来起到给你的面部提拉紧致、消水肿的功能。但是据我所知，目前市场上所有宣称微电流的面膜都是骗人的，是能吸走面部脏东西的排毒面膜。还是看一段视频。商家做这
这类实验的方法都很解压，它会先倒一瓶有颜色的液体，然后插面膜进去之后和弄和弄，再提出来的时候，颜色就都转移到了面膜上面，而液体变成了透明的。这个时候商家就会说了，你看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脏东西都被面膜给吸得干干净净了。所以呢，当你用这片面膜的时候，它能给你面部的重金属、残留的彩妆，甚至毛孔里面的黑头都给吸走。等等，你不觉得这个实验看起来很眼熟吗？如果我们串个台到隔壁洗衣服防串色吸色片的这个广告直播间去看一看的话，效果是不是一样？首先，我们拿出一罐有颜色的液体，然后把它倒出来，再抽出一个膜布，把它给放进去。然后进行充分的搅拌，充分的搅拌之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膜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色素已经都转移到膜布上啦。然后呢，我们的液体也没有颜色了。但是这并不是膜布，这是防串色的吸色片。所以说，商家其实就利用了吸色片的相似材质、相似加工工艺，加工了面膜布而已。吸色片为什么能吸附色素呢？大部分的这个人工化学色素啊，它都属于酸性染料，属于阴离子型的物质。而当它在膜布的表面涂一层阳离子的涂层的时候，阴阳相吸，这个色素就被吸走了。那这些面膜它也是利用相同的工艺去制作的，所以它能吸走这些有颜色的像墨水这样的溶液。但放到脸上来说，它能吸走你脸上的脏东西，你毛孔里面的黑头吗？不可能，因为你脸上的这些不管是残留的彩妆还是你毛孔里面的黑头，它都不是色素，它都不是那些阴离子的这个物质，它是油脂，是老废角质，然后和到一起形成的一些这个混合物。而吸色类的涂层对这些物质没有任何的吸附能力。虽然说吸色布做成的面膜并不至于说有毒有害，但是它也没什么高科技，它也达不到它宣传的效果，还是属于伪科学。5. 用紫光灯在家测荧光剂。这个操作可以说是这2年在各大社交媒体非常流行的一种民间科学神器了。很多博主和商家为了兜售自己的洗发水或者沐浴露，他就找来一大堆其他品牌的同类的产品，然后呢把它给挤出来，用紫光灯去照。如果有一些产品有特别强的这种蓝白光出现，就会说你看它的产品里的加了荧光剂，然后就会去吓唬你这个荧光剂有多强的腐蚀性和刺激性，让你的皮肤可能出现感染、溃烂，甚至皮肤癌等等。你看到这条广告或者这条视频的时候，你就会吓得把自己家的这个产品赶紧给扔了，然后看看他接下来说哪个产品里头没有荧光剂，然后去下单那一款。这人呢就这么上当了。好，我们先从商家的角度去分析分析，他往产品里面加荧光剂是为了啥？荧光剂的功能通常是用来增白提亮的，它最常见的用途就是在我们的复印纸或者标签纸里面添加荧光剂，这样呢纸张看起来又白又亮，非常美观。但是洗发水里面我们加它干什么用呢？难不成要给我们的头发增白吗？这就非常不符合逻辑了，是吧？也就是说，商家其实他没有动机去加这个荧光剂。既然没有动机，那你怎么解释这个洗发水被紫光灯照过之后它亮了呢？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逻辑，就是荧光剂会发生荧光反应，但会发生荧光反应的不仅仅是荧光剂。就像我们说醋是酸的，但酸的东西不仅仅只有醋。从化学的角度上来说，只要这个物质某种成分它在化学结构上拥有共轭派键，也就是这种12121的这种化学键，它就会发生荧光反应。那护肤品里头有什么物质有共轭派键呢？维 A、烟酰胺、阿魏酸、胶原蛋白、丝胶蛋白、弹性蛋白、香精、色素等等等等，有特别多的物质它拥有共轭派键，所以它有荧光反应，再正常不过了。总结一下说，拿紫光灯照了会发亮，就代表它一定有荧光剂吗？不，就算真正的荧光剂，它也绝不是用紫光灯来检测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在检测洗衣液里面的荧光剂的时候用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说我要用一个非常特定波长的紫外线光源去击打这个样品物质，然后去测定它发出的可见光范围。只有它的这个可见光范围落在特定的这个波长范围之内，才说明这个东西是荧光剂。比如说这张图可以看到它中间发光的物质在某一个波长范围内，它确实是含有荧光剂的。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但其实这仅仅是化妆品市场各种夸大宣传招数的冰山一角。如果大家疑惑商家的宣传是不是真的，欢迎在会员区的贴吧向我提问，我会帮大家看，来帮大家解答。很多无良商家的骗人招数都来自信息的不对称，而我想通过自己的视频来打破一些信息差，来帮大家选到合适的产品，好的产品，来帮大家科学变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加入我的会员频道。